我跟你们保证，这事儿邪乎的能让人后颈直发凉。来来来，板凳赶紧搬好，咱们正式开唠。我在成都干了8年房产中介，2024年7月的那个下午，天热的柏油路都在冒烟。我瘫在门店里吹空调，手机突然震了一下，是老板发来的消息：淮阴路7号院6栋3单元28层，钥匙在老地方，让我带客户先去看看。我回了个收到，心里却直犯嘀咕：淮阴路在成华区老城区，那一片都是00几年建的老房子，楼密间距小。7号院我去过几回，院里长着几棵老槐树，夏天遮得严实，凉快是凉快，可树荫浓得发沉，总透着股说不出的阴沉。这套房子在系统里挂了大半年，价格一降再降，始终没出手。备注栏就写着房东急售，价格可谈，别的信息少得可怜。干我们这行的都懂，这种情况要么是房东急等用钱，要么就是房子背后藏着故事。下午3点，我约了搭档周末一起去。周末是合作多年的设计师，30出头，做事心细，看房总能给客户出不少装修主意。路上他一边开车一边问我：这房子照片看过没？我翻着手机说：系统里就3张图，客厅、主卧、厨房，拍得敷衍得很。不过报价倒是实在，比同户型低了15个百分点。周末瞥了一眼屏幕，说不对劲，你看这客厅明明是东南朝向，采光该好才对，可照片里灰蒙蒙的，像镜头蒙了层灰。他没再多说，车子拐进淮阴路，这条路不宽，两边全是老小区，底上铺着5金店、菜摊子、老茶馆。下午这个点，茶馆外头坐满了摇蒲扇，打长牌的老人。7号院门口有道铁栅门，门卫室空着，玻璃破了大半，里头堆着杂物。我们直接进了院子。6栋在院子最里头，挨着围墙。这栋楼有30层高，外墙瓷砖掉了不少，露出灰黑的水泥底子。单元门口贴满了小广告：通下水道、开锁、办宽带，挤得密密麻麻。单元门禁早就坏了，门虚掩着。电梯运行的声音特别响，像有什么东西在井道里拖着走。我们进了电梯，按了28层，门合上的瞬间，头顶的灯闪了2下。周末说这电梯该修了，我没接话。电梯里的镜子蒙着层雾，照出的人影歪歪扭扭。我盯着镜子里自己的脸，忽然觉得有点陌生。28层到了，电梯门缓缓打开，走廊很长，两边各3户。我们要看的2D0K 在最西头，楼道窗户开着，热风灌进来。可走到2.0K 门口时，我突然浑身一冷，不是空调吹的那种凉，是钻骨头缝的阴冷。钥匙按房东交代的，用胶带粘在消防栓顶上。我撕下来，钥匙冰得刺骨，插进锁孔，拧了一下没动，再拧一下还是卡着。周末伸手说：我来试试。话音刚落，锁芯咔嗒一声，自己转了，门开了条细缝。我和周末对视一眼，他眉头皱得很紧。我推开门走了进去。房子是东南朝向，下午的阳光斜斜铺在地板上，亮堂堂的，可屋里冷得离谱。不是没开空调的温度低，是像钻进了山洞地窖，阳光晒在身上都没暖意。周末边走边说：采光看着没问题呀。我跟进去，顺手带上门，门在身后轻轻合上，声音轻得反常。客厅20平米左右，标准套2户型，白墙瓷砖地，天花板带着简单石膏线，家具早就搬空了，只剩角落立着一把蓝色旧塑料凳，凳腿裂了道缝。周末走到客厅中央，指着格局说：户型有点怪，你看客厅是长方形，主卧在左，次卧在右，厨房在那边，可通往卧室和卫生间的过道窄不说，还微微弯了一道。我顺着看过去，走廊尽头是卫生间门，往右拐才是卧室，整个格局像一把刀。客厅是刀柄，过道是刀身，尽头卫生间是刀尖，过道那道弯正像刀身的弧度。话说出口，我自己都愣了。周末脸色也沉了下来，让我别乱说话。我们开始拍视频，我举着手机边走边介绍：各位粉丝，
今天来看这套淮阴路7号院的房子，建面68平，标准套2户型。说着说着，脑子突然发沉，晕乎乎的像没睡醒，舌头也打卷，不听使唤。房子是东南朝向，采光很好。客厅这个阳台，我停下来深吸一口气。周末问我怎么了，我说没事儿，可能天热有点中暑。接着推开主卧门，主卧10平米左右，大窗户对着对面楼的墙，离得特别近，光线挡了一半。屋里空荡荡的，墙上有几块污渍，像以前贴海报撕下来留的印子。我走到窗边想看看视野，手刚碰到窗台，食指一阵刺痛，像被针扎了一下。抬手一看，指腹有个小红点，渗着血珠。周末走过来说有钉子，可窗台是老旧木头的，裂是裂了，表面光溜溜的，半根钉子都找不到。我擦了擦手，只当是木刺，没往心里去。从主卧出来去次卧，次卧更小，8、9平米，窗户对着楼道天井，光线差得很，大白天都得开灯。这间屋的污渍更多，尤其墙角那块巴掌大的深色痕迹，看着像水渍，可边缘歪歪扭扭，说不出的怪异。周末掏出手机拍了张照，说这房子得重新刷墙。看完次卧就剩厨房和卫生间。厨房是 L 型橱柜，就是旧了点还能用。水槽看着干净，可下水口堵着一团黑乎乎的东西，像缠成团的头发。我没伸手碰。接着拍视频。卫生间很小，只有马桶和洗手盆，淋浴区挂着浴帘。我拉开浴帘，里面是普通白瓷砖，墙角长着霉斑。正要关摄像头，我瞥见洗手盆下方的 PVC 管子，上面有几道细细的暗红色痕迹，像液体溅上去干透了的印子。周末忽然叫我，声音发紧，我转过身，他指着卫生间门后的墙角，那里立着一把旧拖把、塑料杆，深蓝布头看着年头不短，可拖布头下端颜色深得发黑，拖把杆齐腰的位置还有几个清晰的指印，不是浮灰，是实打实握过的痕迹，像沾了东西的手握久了渗进塑料里留的印。这房子周末话没说完，我突然一阵恶心，扶着洗手盆干呕了2下，什么都吐不出来。出去吧，周末说。我们退到客厅，我靠着墙坐在地上，浑身发软。周末也蹲下来，脸色发青。你也有感觉？我问。他点点头，说一进来就不舒服，像被人掐着脖子喘不上气。我想起刚才的头晕，还有那股没由来的阴冷。现在可是大夏天，室外35、6度。这房子在28楼，就算关窗也不该冷成这样。先出去。我撑着墙站起来，走到门口，手刚碰到门把手，身后啪的一声轻响，像塑料东西掉在地上。我和周末同时回头，客厅角落那把蓝色塑料凳倒了。我们进来的时候，它明明是立着的。屋里没风，窗户全关着。我们盯着那把凳子看了几秒，谁都没说话。我拧开门，快步走出去。走廊里温度正常，甚至有点闷。我靠在墙上大口喘气，那股窒息感慢慢退了下去。周末也出来了，带上门却没锁，钥匙还在屋里。我说钥匙，周末摆摆手说等会儿再拿，转身往电梯走。我们下了楼，回到院子里，阳光刺眼，热浪裹着身上，可我觉得这热度踏实，比屋里的阳光舒服多了。院里几个老人在树荫下乘凉，我们走过去，在花坛边坐下。我摸出根烟点上，手还有点抖。那房子有问题。周末说。我说你也觉得？他说不是觉得，是肯定。我干这行10年，看过不下500套房子，从没这种感觉，像进了太平间，不是温度低，是整个气氛都不对。我抽着烟没说话，刚才屋里的一幕幕在脑子里转，阴冷的温度，发晕的脑袋，水管上的痕迹，拖把上的手印，还有那把自己倒下的塑料凳。这房子什么背景？周末问。我掏出手机翻系统资料，房东姓林，电话是外地号，房子挂了6个月，调了3次价，从90万降到78万，备注就房东急售4个字。我问问老板。我拨通电话，老赵接得很快，问看完了客户觉得怎么样。
我说还没带客户，自己先去看了一眼，压低声音问：老板，这房子是不是出过事？电话那头沉默了2-3秒，他问：你听谁说的？我说没人说，就是感觉不对。屋里冷得邪乎，墙上水管上还有些怪痕迹。老赵又沉默了一会，说你先回来，回来再说。挂了电话，我和周末对视一眼，看来是真有事儿。周末说我们又坐了10几分钟，等身上那股寒意全退了，才重新上楼。没进屋，只从门缝伸手进去摸出钥匙，锁了门。钥匙冰得像在冰箱里冻过。回到店里已经下午5点多，就老赵一个人在。50来岁，我们都叫他老赵。他坐在茶台后面泡茶，见我进来指了指对面的椅子。我坐下，周末也跟进来坐在旁边。老赵倒完茶，慢悠悠开口：那房子是凶宅。我心里一沉，虽然猜到了，亲耳听见还是不舒服。具体怎么回事？周末问。老赵翻出个文件夹推过来，说你自己看。房东给的资料还有我们查的公开信息。我翻开文件夹，第1页是房产证复印件，产权人林某，1985年生。第2页是身份证，照片上的姑娘清清秀秀，长发，笑得温和。后面是几张旧报纸简报，时间是2018年6月，标题写着成华区淮阴路发生家庭惨案，一男子杀害妻女后自杀。我快速扫过内容，案子发生在2018年5月28号，嫌疑人张某，四川宜宾人，是上门女婿，被害人是妻子林某，33岁，还有丈母娘王某，57岁。报道说，案发当晚张某打牌到凌晨才回家，因琐事和妻子争吵后持刀行凶，妻子当时已有3个月身孕。张某作案后在卫生间割腕自杀，没当场死，送医抢救3天后还是没救过来。报道很短，300来字，很多细节都没写。后面还有几页法院判决书。房子是林某婚前财产，本来由父母继承，可林某父亲早逝，母亲也在案子里遇害了。最后房子由林某的舅舅继承，就是现在的房东。怪不得价格这么低，周末低声说，低也没用，挂了6年没人敢要。老赵点了根烟，说这房子凶名在外，附近没人不知道，当年闹得挺大，报纸电视都报了。小区老人说，那房子夜里常有动静，像女人哭，还有磨刀的声音。我抬头问，真有那么邪乎？老赵吐了口烟，说都是那么传的，房东托了好几家中介都卖不掉，这次找到我们，说只要能卖掉，佣金可以加。我本来不想接，可房东托了关系，推不掉。那你还让我去？我有点恼火。老赵看着我说，我没想到你反应这么大，之前也带人看过，都说有点阴森，没像你这样出来还缓半天的。我想起在屋里的感受，头晕、恶心，浑身发冷，现在想起来还心有余悸。这房子不能接，周末说你今天状态明显不对，万一出点事儿，我知道。老赵打断他，可房东说了，谁能卖掉，额外给5万辛苦费，而且这房子价格低，真有胆大的说不定就出手了。我没说话，接着翻文件夹，后面是案发后拍的房子照片。客厅墙面有大片喷溅状的深褐痕迹，干透了，地砖缝里也黑乎乎的。卫生间更明显，马桶、洗手盆，墙面上全是一道道的印子，像什么东西被拖拽过。还有一张厨房料理台的照片，上面放着一把不锈钢菜刀，刀身沾满深色污渍，刀柄上也有手印。我看着这些照片，胃里一阵翻腾。这些照片哪来的？我问。法院案卷材料，房东搞到的，留了复印件，说给中介看，让心里有数。有数了更不敢碰。那你想怎么样？老赵看着我，这单不做也行，我让给别人，可你想清楚，这个月你还没开单，再没业绩，下个月工资都悬。我沉默了。确实，这个月快过完了，我一套房都没卖出去，房贷、车贷、孩子学费，压得人喘不过气。我再想想，我说
那天晚上我没睡好，一闭眼就是那房子的画面。阴冷的客厅，墙上的污渍，拖把上的手印，还有文件夹里那把菜刀，刀身上的污渍在梦里越扩越大，最后变成一片血海。凌晨3点我醒了，再也睡不着，干脆坐到客厅沙发上抽烟。夜很静，小区里只有路灯光透进来。我抽着烟，脑子里乱糟糟的，手机突然响了，吓我一跳，是个本地陌生号码。我犹豫了一下，接起来。喂，电话那头只有滋滋的电流声，像老收音机调频的杂音。喂，哪位？我又问，还是没声音。正要挂，忽然听见一点动静，很轻，像呼吸声，又像女人的呜咽。我后背汗毛一下就竖起来了，压低声音问：谁呀？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叹息，很轻很长。你到底是谁？我声音有点抖。开门。声音忽然清晰了点，带着哭腔，是很年轻的女生。我猛地想起白天看的报道，林某33岁，要是活着现在该39岁，可这声音听着也就20几岁。手机掉在沙发上，捡起来再看，通话已经断了，通话记录显示是未知号码。我坐在黑暗里浑身发冷，是恶作剧还是……我不敢往下想。抽完最后一口烟，关了手机，回床上躺着，睁眼到天亮。第二天我没去公司，直接去找周末。他的工作室是个 loft， 楼下办公楼上住人。我敲门进去，他正在电脑前画图，抬头看见我说：脸色这么差。我把昨晚的事说了一遍，周末眉头皱得紧紧的，问我确定不是做梦。我说接电话的时候是清醒的，而且通话记录虽然显示未知号码，可接了3分钟，不是幻觉。周末沉默了一会儿说：那房子我们最好别碰了。我知道，我揉了揉脸。可老赵说的对，我没业绩，下个月真要吃土了。而且什么？而且我有点不甘心。我实话实说，干这行8年，凶宅也见过几套，从没这么邪门的。我想弄明白到底怎么回事。周末看着我问：你想干什么？再去一次？我说：这次我们做好准备，带上东西仔细看看，真有问题，我们拍点证据，也好跟老赵说这单做不了。周末想了很久才点头。行，就这一次，而且不能待太久，拍完就走。好，我们下午3点出发，这个时间阳气最旺。周末带了相机、录音笔，我还翻出家里那把桃木小剑，我妈以前从庙里求的，说能辟邪，我一直当工艺品摆着。这次也带上了。到了7号院，院里还是那几个老人乘凉。我们进楼等电梯，旁边一个老太太忽然开口，问我们去几楼。老太太70来岁，头发全白，做个小马扎，手里摇蒲扇。我说28楼。老太太手停了，看了我们好几眼，说看房子啊。我嗯了一声。阿尔特林卡。我心里一动，问您怎么知道？老太太摇摇头。那房子看的人多了，没一个成的，劝你们别去。为什么？周末问晦气。老太太压低声音，那家出过事，你们知道吧？听说过一点，何止一点。老太太左右看看，凑近了说：那家男人不是个东西，上门女婿，吃老婆的住老婆的，还整天打牌。那天晚上他输了钱回来，老婆没及时开门，他没说完，可意思我们都懂。那之后呢？我问。之后啊，老太太叹口气。那房子就没人住了，可夜里啊，常有人听见里头有动静，像女人哭，还有吵架声。电梯来了，门打开。你们真要上去？老太太最后问。去看看。我说。老太太摇摇头，不再说话。电梯上行，我和周末都没吭声。到了28楼，走廊里安安静静，只有我们俩的脚步声。钥匙插进锁孔，这次拧得很顺，门一开，那股阴冷气息又扑面而来。下午3点半，太阳正盛，
可屋里还是冷得像冰窖。这次我们有准备，周末拿相机拍视频，我拿手机拍照录音，从客厅开始，一寸一寸检查。墙面看着平整，可用手机手电筒斜着照，能看见很多细小的凹凸，尤其靠近走廊的那面墙，有一片颜色略深，像重新刷过却没刷匀。这里应该是重灾区。周末低声说。我走过去伸手摸了摸，墙面冰凉，触感发涩，不像普通乳胶漆的光滑。拍下来，我说周末拍了照。我们接着往里走，次卧还是光线昏暗。我这次仔细看了墙角那片深色痕迹，蹲下来用手电筒照着，痕迹有脸盆那么大，边缘不规则，中间深往外渐淡。我伸手摸了摸，墙面是干的，可有种黏腻感，像液体渗进去干透了留的印，像血。周末在身后说。我没反驳。我也这么想，要是血，这么多血量，这间应该是丈母娘的房间。我说，报道说丈母娘也遇害了，2个大人一个孕妇。周末声音很低，这得有多大仇？我们退出去到主卧，主卧光线稍好，我这次没靠近窗台，只在门口看了看。主卧墙面相对干净，可衣柜移门轨道里卡着点东西。我用钥匙尖挑出来，是一小片指甲，涂着淡粉色指甲油，边缘已经剥落了。女人的指甲，我手一抖，指甲片掉在地上。周末用纸巾包起来，我们带了几个小袋子，本来想装线索，没想到真用上了。继续。我说，卫生间是重点排查的地方，上次看见的水管痕迹还在，这次细看确实是喷溅状的，从下往上集中在管子中段。洗手盆下方还有几滴已经发黑，拖把还在门后。我蹲下来看拖布头的深色痕迹，用手电筒照着能看出是暗红色，渗进纤维里，根本洗不掉。这拖把应该是用来清理现场的。周末说。我点头。要是清理现场用的，那上面粘的。我不敢往下想。最后去厨房，厨房不大，料理台是米黄色人造石，已经发黄了。我打开橱柜，里面空空的，只有一层灰，水槽里那团黑东西还在。我用钥匙挑了点，是很长的女人头发，缠着些污垢。这房子清理得太不彻底了。周末说，或者说根本就没认真清理。我接话，案发后肯定清理过，可很多细节没处理干净，墙面的印，水管的溅痕，拖把的污渍，还有这团头发。要么是清理的人马虎，要么是有些东西根本清不掉，差不多了吧。周末看看表，我们进来20分钟了。再等等。我说，我想录点音。我掏出录音笔打开，放在客厅中央，然后退到门口，和周末一起等着。录音笔的红灯亮着，在昏暗的客厅里像一只眼睛。我们等了大概5分钟，屋里一直很静，只有窗外隐约的车流声。就在我准备去拿录音笔时，忽然听见一点动静，很轻，像脚步声从走廊那边传过来。我和周末对视一眼，他摇头示意我别动。脚步声又响了2下，这次更清晰，是从卫生间方向来的。接着是水龙头打开的声音，哗啦啦的流水声持续了大概10秒，然后停了。可卫生间的水龙头我们刚才检查过，是关死的，而且那房子断水断电很久了。我后背发凉，看向周末，他脸色也白了。录音笔还在工作，红灯一闪一闪的。又过了一会儿，脚步声再次响起，这次从走廊往客厅走，很慢，一步一步越来越近。我盯着走廊方向，那里空无一人，可脚步声实实在在在靠近。到了走廊口，脚步声停了，然后我听见一声叹息，女人的叹息很轻很疲惫，就在我们面前2-3米的地方。我汗毛倒竖，手心全是汗。录音笔的红灯突然灭了，自动停止录音，电量耗尽。可我们进来前明明刚充满电。走，周末哑着嗓子说。我快步走过去，抓起录音笔，和周末一起退出房子。关门的瞬间，我瞥见客厅角落那把蓝色塑料凳，
他又到了。这次朝着门口的方向，像有人坐过，起身时碰倒的。我们没回公司，直接去了周末的工作室。一进门，我就把录音笔连上电脑，导出音频文件。文件很长，30多分钟。我们快进到进屋后的部分，从20分钟左右开始听，前19分钟都正常，只有我们的脚步声和说话声。到20分钟，我们停下说话，开始录音。静默部分背景音很静，只有隐约的环境噪音。到25分17秒，第一个异常出现了。先是轻微的哒一声，像开关声，接着是水流声，持续了11秒，然后又是哒一声，水流停止。这是水龙头的声音。周末说，可水龙头是关着的，我声音发干，接着往下听。到27分43秒，脚步声出现了，很轻，能听出是拖鞋摩擦地面的声音。从远到近，脚步声走到某个位置停下，接着就是那声叹息，很清晰的女声，带着疲惫和绝望。叹息声后又有声音，这次是说话，很模糊，像嘴里含着东西。你回来了。接着是另一个声音，男声更低更含糊，开门。然后又是一声叹息，脚步声渐渐远去，直到消失。录音到此结束，后面全是空白。我和周末坐在电脑前，谁都没说话。工作室里很静，只有电脑风扇的嗡嗡声。你怎么看？最后还是周末先开口。我不知道，我实话实说，但肯定不是我们俩发出的声音，也不是环境噪音。周末说，那房子在28楼，上下左右都没人住，哪来的脚步声和水流声？鬼，我说出这个字自己都觉得荒谬，可如果不是鬼，那是什么？这事儿得找懂行的人问问。周末说，找谁？周末想了想，我认识个做法事的师傅，在文殊院那边，以前有个客户家里不顺，请他做过法事，后来真好了，要不要去问问？可真轮到自己头上，还是觉得不真实。去问问吧。周末拍拍我，就当求个心安。第二天上午，我们去了文殊院，不是庙里，是后面的巷子。那条街全是香烛店、算命摊，还有做法事的师傅。周末带我进了一家不起眼的小店，招牌写着陈师傅佛具，推门进去。店里很暗，点着香，货架上摆满佛像、香炉、蜡烛。柜台后面坐着个老头，60来岁，瘦瘦的，戴老花镜看报纸。陈师傅，周末打招呼。老头抬头看见周末笑了。小周啊，好久不见，坐。周看了套房子，觉得不对劲，想请师傅看看。陈师傅手顿了一下，几栋几单元，6栋3单元，28层2体灵扛。陈师傅放下茶杯，看了我们一会儿才说，那房子我知道。我和周末对视一眼。您知道？我问。陈师傅点头。那房子出过事儿对吧？一家3口加个没出事的孩子，您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？陈师傅笑了笑，笑容有点苦。那家的法事是我去做的。我愣住了。当年事发后，房东也就是死者的舅舅找到我，让我去做长法事超度亡魂。陈师傅点了根烟慢慢说，我去了，在那屋子里做了3天法事，可没什么用。为什么？周末问。怨气太重。陈师傅吐了口烟。那家男人是上门女婿，活得憋屈。女人和丈母娘又强势，出事那晚，男人打牌输了钱回来敲门，女人和丈母娘故意不开，在里头说难听话。男人在外头听了半小时，气疯了，就去了厨房。他顿了顿，接着说，后来警察来，发现门锁是好的，没有撬痕，说明最后门还是开了，是女人开的。可开的时候，男人已经红了眼。然后呢？我问。然后就是惨案。陈师傅摇摇头。最惨的是女人死的时候还护着肚子，丈母娘死在次卧，
男人最后在卫生间自杀，可没死透，爬了半间屋子，血拖得到处都是。我想起那些照片，胃里又是一阵翻腾。法事做了3天，可送不走。陈师傅说，那家的女人怨气特别重，她觉得自己死得冤，明明开了门还是被杀，而且一尸两命，肚子里的孩子没机会出世，怨气更大。那现在呢？周末问。现在那房子就是个凶宅，陈师傅看着我们，你们最好别碰。那屋子里的东西不是普通法师能送走的，得找到根源化解怨气才行。根源是什么？我问。陈师傅沉默了一会儿说，那家的男人张某死后没下葬。什么？他家里人觉得他丢人，不肯收尸，最后是民政局出面火化的，骨灰一直放在殡仪馆，没人领。陈师傅说，女人和丈母娘葬在龙泉驿的公墓，一家人死了都不在一处，怨气怎么散？那要怎么办？要么迁坟合葬，要么……陈师傅没说完，可意思我们都懂。可这事儿我们管不了啊。我说，我们就是中介，卖房子的。陈师傅笑了。那你们还来问我？我无言以对。离开的时候，陈师傅送我们到门口，递给我一张符，说这个你带着，辟邪的，最近少去那房子，尤其晚上千万别去。我接过符道了谢，走出巷子，阳光刺眼。我捏着那张黄符，心里沉甸甸的。回到店里，老赵不在，我坐在工位上，脑子里乱糟糟的。陈师傅的话，录音笔里的声音，还有那房子里的阴冷，这些碎片拼在一起，指向一个我不愿承认的结论：那房子真的不干净。手机响了，是个陌生号码。我接起来，是个沙哑的男声：“您哪位？”“我是林国栋，淮阴路那套房子的房东。”我坐直了身子：“林先生您好，我听赵经理说了，你昨天去看了房子。”林国栋说：“怎么样？有客户感兴趣吗？”“暂时还没有。”我斟酌着用词：“林先生，那房子情况特殊，很多客户比较介意。”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，然后说：“小陈，我知道房子的事，可价格已经很低了，再低我就亏太多了。”我理解。不过这样吧，林国栋打断我：“你如果有意向客户，价格可以再谈，但我有个条件。”“您说交易必须在今年内完成。”林国栋说：“我急着用钱，等不了太久。要是能成，佣金我单独给你包个大红包，我尽量。”我说。挂了电话，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。林国栋的语气很急，像被什么东西追着，而且他说交易必须今年内完成。为什么是今年？现在才7月，离年底还有5个月。我打开电脑查林国栋的资料，他是林某的舅舅，做建材生意，公司注册在金牛区。我又查了企业信息，发现他公司去年就有2条被执行记录，欠款不多几十万，可说明资金链可能有问题，怪不得他急着卖房。可即便如此，房子挂了6年都没卖掉，他凭什么觉得现在就能卖掉？就因为降了价。可凶宅名声在外，降价也没用，除非他想隐瞒什么。我想起陈师傅的话，张某的骨灰还在殡仪馆没人领，林某和母亲葬在公墓，一家人分开。如果林国栋真想卖房，为什么不把后事处理干净，至少把张某的骨灰安置了，也算了结一桩事？可他没这么做。为什么？我忽然有个想法，也许林国栋不是不想处理，是不能处理，或者不敢处理。这个念头让我后背发凉。我决定查查张某骨灰的事。成都的殡仪馆主要在东郊，我找了个在民政局工作的朋友，让他帮忙查张某的骨灰存放记录。朋友很快回了消息，说查到了，张某的骨灰确实还在殡仪馆存放，编号是 B 区7排24号，从2018年6月放到现在，一直没人领。按规定，无人认领的骨灰放3年就可以处理，可因为张某涉及命案，骨灰算物证的一部分，一直保留着。能查到谁在交管理费吗？我问。管理费每年一交，缴费人就是林国栋。朋友说他每年6月准时来交钱，已经交6年了。他交了钱，为什么不把骨灰领走安葬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朋友说也许有什么忌讳吧。
毕竟张某杀了自己老婆和丈母娘，这种骨灰一般人不敢接。挂了电话，我更困惑了。林国栋每年交管理费，说明他记得这事儿，也有能力处理。可他宁愿交钱，也不愿让张某入土为安。为什么？除非他怕张某回来。这个想法很荒谬，可我越想越觉得有可能。要是张某的鬼魂真的还在那房子里，把骨灰安葬了，是不是就能送走他？可林国栋不敢，他怕移动骨灰就激怒张某，或者让事情更糟，所以他把房子挂出来卖，想一走了之。只要房子卖掉，钱到手，这事儿就和他没关系了。至于下一任房主会遭遇什么，他根本不在乎。真够自私的。可这一切都只是我的猜测，我需要证据，证明那房子真的有问题，证明林国栋在隐瞒什么。我和周末商量，决定再查2件事：一是当年案子的详细情况，二是那房子现在的状况。查当年的案子最好的办法是找旧报纸，成都图书馆有本地报纸存档。我和周末请了假，去图书馆查资料。2018年5月底到6月初的成都商报、华西都市报，关于淮阴路命案的报道有5、6篇。我们从第一篇看起，逐字逐句读。报道内容和我们知道的差不多。张某上门女婿因家庭矛盾杀害妻子和丈母娘后自杀，可细节上有出入。早期报道说，案发时间是5月28号凌晨2点左右。邻居听到争吵和惨叫声，报警后警察破门而入，发现3人均已死亡。可后来的报道修正说，张某当时没死，还有